大家好啊，我是魏之超。今天要为你深度解读的书叫做《我们的数学宇宙》，简体中文版叫做《穿越平行宇宙》，作者是世界顶尖物理学家、宇宙学家马克思·泰格马克。泰格马克在这本书里抛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泰格马克说：“你以为数学只是用来描述宇宙的语言吗？”他说：“不对，宇宙本身就是数学。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可以被数学语言描述的宇宙里，而是这个宇宙本身就是一个数学结构。”这就是让人惊掉下巴，也引起无数争议的数学宇宙假说。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描述这个物理世界底层规律的时候，数学总是好用的简直不像话呢？比如说，从行星的轨道到原子的内部，从光是怎么样走的到时空怎么样弯曲，凡是物理学家们走到最深处，最后总是会撞上一组方程。而很多时候那组方程是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前某个纯数学家关在书房里凭空想出来的，那个时候根本没人知道这个东西能够干啥。这件事在物理学的发展过程里实在是太醒目了，醒目到伽利略当年就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宇宙这本大书是用数学的语言写就的。”但是伽利略这句话里其实隐含了一个假设，一个除了泰格马克之外几乎所有物理学家和普通人都赞同的假设，那就是物理和数学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对象。有一个实体的物理世界，里面有原子、有夸克、有光、有各种作用力。另外还有一个抽象的数学世界，那里有符号、有定理、有各种数学关系。但是泰格马克竟然说，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区分。因为如果你仔细探究，就会发现，我们这个现实的物理世界的最底层，其实并不是有某种什么物质材料，外面再贴上一层数学规律。现实世界的最底层就是各种关系、结构和模式。比如说所谓的电子，它不是什么一个特别小的硬球，它没有颜色，没有质地，没有小小的外壳。你能说出来的关于电子的一切属性，它的质量、电荷、自旋，它和其他粒子的相互作用，所有这些全部都是数学性质。如果你去问一个最顶尖的粒子物理学家，你问他什么是电子，他给到你的竟然就只有一组数学结构。所以数学不是宇宙的说明书，数学就是宇宙本身。数学之外竟然空无一物，包括我和你在内，竟然都是一个数学结构的一部分。这个想法惊世骇俗到很多物理学家同行都在公开骂泰格马克，这不是在做物理，这就是在玩一个毫无意义的哲学游戏。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这可能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实在的本质最深刻的一次思考。我当然站后面这一队。那接下来我就会把这本书里其他内容都抛掉，我们会集中火力讲这个数学宇宙假说。我会先说泰格马克是怎么样推导出这个数学宇宙假说的，然后我们会说到由这个数学宇宙假说推导出来的一些匪夷所思的推论。比如说，在这样一个由静态的数学结构生成的宇宙里，流动的时间又该安放在何处呢？再比如说，你和我这样的生命体对于这个宇宙产生的感知又该如何解释呢？那下面呢，我们就先从那个让物理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怪现象开始说起，那就是数学在解释这个世界的时候到底好用到什么程度。1960年，物理学家尤金·瓦格纳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标题是数学在自然科学中不合理的有效性。注意他用的这个词不合理，这可不是什么修辞，是他真的觉得这件事情特别不对劲。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先说一个稍微有一点点抽象的。19世纪有一帮纯数学家，他们研究出了一套叫做群论的东西。他们最早的动机呢是想搞清楚高次方程的解有什么规律。可以说就是纯粹的智力游戏，跟物理学八竿子打不着。没有任何人觉得这个东西能用来干什么实际的事情。后来人们慢慢发现，群论这套东西天然就是描述对称性最好的语言。那什么叫对称性呢？就是你对一个东西做某种变换，换个角度挪个位置它跟没变一样这就叫做对称性。到这里呢，这还是纯数学的事情。结果到了20世纪，
物理学家一头扎进基本粒子的世界之后，发现那些微观粒子的性质，像是质量啊、电荷啊、自旋啊，它们居然都完美的服从群论描述的那种对称结构。瓦格纳本人就是用群论解释了原子光谱里一大堆让人很头疼的规律。德国数学家诺特还在1915年证明了一个定理，那就是每一种对称性都对应一条物理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动量守恒、角动量守恒、电荷守恒，全是从对称性里推出来的。这也太奇妙了，物理学里一些最底层的定律竟然可以是从纯数学里推导出来的。再说一个更有名的，19世纪中叶，德国数学家黎曼纯粹是出于好奇，发展出了一套非欧几何。他是在弯曲的空间里做几何学。当时也是所有人都觉得这是纯数学的智力体操嘛，因为空间明明是平的。结果呢，60多年后，爱因斯坦在建构广义相对论的时候发现，他需要的数学工具恰恰就是黎曼几何。空间居然真的不是平的，质量会让时空弯曲。而描述这种弯曲的精确的数学语言，在60多年前就已经被一个纯数学家准备好了。你说巧不巧？然后还有更怪的。19世纪60年代，麦克斯韦在摆弄电和磁的数学关系的时候，把之前法拉第他们做实验的时候得出的结果整合进了一组方程，那就是物理学上最著名的公式之一——麦克斯韦方程组。这组方程写完之后麦克斯韦盯着它看，发现方程里藏着一个东西，那就是电场和磁场耦合在一起会产生一种以固定的速度传播的波。他算了一下那个速度，正好等于当时已经被测量出来的光速。我们想一下这个事情麦克斯韦不是在研究光他是在研究电和磁，但是方程自己告诉他光就是电磁波，不是他猜的，不是他凑出来的，也不是他有了预感之后去找证据，他就是老老实实的把电和磁的关系写成了方程，然后方程就自己冒出了一个预言。他是从纯粹的数学里看见了光的本质。还有一个很邪门的案例，1928年，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面对一个当时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怎么样把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统一到一个框架里。然后他就硬写出了一个方程，也就是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狄拉克方程。这个方程解出来之后漂亮极了，完美的描述了电子的行为。但是有一个麻烦，那就是方程多出了一组解。这组额外的解对应的是一种性质跟电子完全对称，但是电荷相反的粒子。当时没有任何实验见过这种东西。那按常理说呢，这应该就是数学上的副产品而已，是没有什么物理意义的，把它扔掉就行了。但是狄拉克不这么认为，他说如果方程里有这样的解，那么这种粒子就应该存在。结果4年后，1932年，美国物理学家安德森在宇宙射线里真的找到了这个东西，那就是正电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反物质粒子。一个纯粹从方程里调出来的预言，居然在真实世界里兑现了。这样的例子在物理学的发展历程里可以说是不计其数。而泰格马克说，他们都指向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那就是数学和物理之间的关系不像是我们发明了一个工具去描述自然，而更像是数学知道一些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事情。泰格马克在书里还提到了一个很让人震撼的数据，他说截至目前人类测量过的所有物理量，他说的是所有原则上都可以从一张表格就能够列出来的32个纯数字推算出来。那32个数字呢，就是一些最基本的物理常数，比如光速、引力常数、电子的质量、几种基本力的强度。就这么一堆数字塞进数学方程里一转，从原子的大小到星系的运动就全部都出来了。32个数字撑起了整个物理世界的全部已知物理量，这个压缩率高得完全不正常。维格纳那篇文章是把数学和物理之间这种不合理的完美对应摊开来说了，但是他没有给答案，他只说了一句非常诚实的话，他说这种有效性是不合理的，我们对此没有合理的解释。这篇文章发表后的半个世纪里，问题还在那儿，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家继续在自然界里发现越来越精密的数学规律。但是面对数学为什么这么好用这个问题，绝大多数物理学家都只会给出一个常识性的回答，
那就是这也许只是因为我们人类足够聪明，能够挑出恰好管用的数学分支来描述物理世界，仅此而已。但是泰格马克说，这个回答不够。他的回答就是开头说的，数学不是在描述宇宙，而是宇宙本身就是一个数学结构。描述和就是听上去像是文字游戏，但区别可大了去了。泰格马克讲了一个棋盘比喻。1851年，国际象棋史上出现了一盘超级经典的对局，双方是当时欧洲的2位顶尖大师。这盘棋漂亮到后来被称为不朽之局，因为过去100多年来不断的被棋手复盘，有人是用木头棋子下，有人是用大理石棋子下，有人是在电脑屏幕上下，甚至可以是2个人打电话用代数记谱法口头下也可以。棋的材质、下棋的手段完全不同，但是那一盘棋是同一盘棋。那么问题来了，这盘不朽之局它到底存在于哪里呢？不在棋子里，也不在电脑里，它存在于一张关系网上。哪一步走在哪里，谁吃了谁，谁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选择，由每一步棋的相互作用组成的这样一张关系网。剥掉了那些木头啊、大理石啊、屏幕啊、电话线啊这些包袱之后，剩下的这张关系网，它就是不朽之局本身。泰格马克说，这张关系网就是一个数学结构。注意，它不是公式，不是符号，不是写在纸上的方程，它就是一组抽象的对象加上它们之间的关系。符号、方程这些东西也是包袱，你用数字和方程来表示这种关系就是代数，你用坐标和图形来表示就是几何。这就是泰格马克要在你脑子里立起来的那个东西，纯粹的结构。它可以是用任何方式实现的，木头、大理石、屏幕都行，但它本身不需要任何实现，它就在那里，作为一个抽象的对象独立存在在那里。现在关键的一步来了，泰格马克说，你看到的这个物理世界跟不朽之局是同一回事，它只不过就是一个无比庞大、无比复杂的版本。什么意思呢？比如我们开头提过一嘴的电子，你可能会觉得电子是一个东西，总有什么点实实在在的东西组成它的。但是你去问一个顶尖的粒子物理学家，电子到底是什么？他能给你的全部就是一组数字，一组关系。电子的质量是多少？电荷是多少？它和其他粒子是怎样相互作用的？除此之外呢，没了。你以为剥掉这些数学性质之后，底下还藏着一个真正的电子实体，但是你去找，什么都找不到。数学关系剥干净了，电子也就没有了。电子就是那组数学性质本身。就像那一盘不朽之局，它不是某副棋子，它就是那张关系网。这就是整个数学宇宙假说最关键的反转。你以为物理世界的底层是某一种物质材料，它的外面裹着一层数学规律。但是泰格马克说，你一层一层的往下剥，宏观物质由分子构成，分子由原子构成，原子由质子、中子、电子构成，质子由夸克构成。你每剥一层，你都会发现这一层的东西完全可以用下一层的关系来定义。那么到了最底层呢？你就会发现，这时候就没有任何所谓的一个物体的固有属性剩下来了，全部的存在就是关系，就是数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站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你能够鸟瞰整个宇宙，那你看到的就不是行星、恒星、星云，那是我们从我们这种碳基生物的视角看到的包袱。你看到的会是一张密度高到难以想象的网。这个网上的每一个节点不是粒子，不是物体，而是关系的交汇点。每一个节点的全部身份就是它和别的节点的连接方式。你指着任何一个节点问他你是什么，他只能够回答你，我和那边那个节点的关系是这样的，和这边的关系是那样的。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是。而在这张网里，所有你以为是物体的那些东西，其实都只是这张网里的某些区域的一个稳定的模式。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是这张网里某一块区域的一组稳定关系。你的一次心跳，这是一群极其复杂的子模式同步震动了一下。到这可能都还能想象，是不是？无非是你以前看世上万物像是一群演员在舞台上表演，
而现在呢，就好像这些演员是加了电影特效处理一样，从一个个的实体变成了一团团像毛线一样交织成一团乱麻的东西。但是更加反直觉的来了，泰格马克说不对，没有舞台，因为连那个舞台本身也是这张关系网的一部分。因为所谓的空间也是一个数学结构，空间有几个维度？3维。空间弯不弯？大尺度上是平的，但是有质量的天体会让周围的空间弯曲。维度、曲率、拓扑结构，它们全部都是数学性质。你还是去问一个顶尖的物理学家，你问他除了这些之外，空间还是什么？答案跟电子一样，没有了。除了数学，空间什么都没有。所以数学宇宙这张关系网并不在空间里，因为空间本身就是这张网里的一种关系模式。这张网也不在时间里，时间同样也是这张网里的一种关系模式。这一点超级反直觉，我们后面会展开。所以呢，并没有舞台，舞台本身就是演员之一。时间和空间不是宇宙的容器，它们就是宇宙这张关系网内部的两种特殊图案，两种特殊的数学结构。所以你看从最基本的微观粒子到空间、时间本身，你能够追问出来的所有属性，统统都是数学性质。宇宙和一个数学结构之间，既然没有任何可观测的区别，那么它们就是同一回事。这就是数学宇宙。好，那如果泰格马克真的是对的，那会怎么样呢？泰格马克自己往下推了推，推出了3个推论。这3个推论每一个可能都会让你有那种汗毛竖起来就再也下不去的感觉。第一个推论是，我们的宇宙不是唯一的。我们刚才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这个宇宙就是一个数学结构。那这句话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读呢？凡是数学结构，是不是就都对应着一个真实的宇宙呢？泰格马克说，对，就应该这么反过来读。在数学上存在和在物理上存在本来就是同一件事嘛。这话听着很疯狂，但仔细想一想，凭什么不是呢？数学家手里有无数个数学结构，他们在数学上地位完全是平等的。那么凭什么独独我们这一个数学结构获得了物理存在，其他的就只能躺在数学课本里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解释是存在某一种神秘的所谓点火仪式，就是在某一个瞬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可能就是上帝吧，他按了一个神秘的按钮，就给我们这一个数学结构注入了所谓的现实之火，把它从纸面上给点亮了。其实霍金当年就追问过这个问题，他的原话是什么给方程注入了生命之火，让它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宇宙？泰格马克的回答非常干脆，他说不需要点火，也没有人点火，因为所有的数学结构都同等真实，所以每一个都对应着一个实实在在的宇宙。这是一个真正激进的多重宇宙图景。注意了，这跟你在科幻片里听过的那种平行宇宙完全是两码事。科幻片里的平行宇宙是怎么样的？是另外一个你做了不同的选择，是另一个地球希特勒打赢了2战。但是不管剧情怎么样分叉，那里边的物理定律和我们这里是一模一样的，重力还是重力，光速还是光速，量子力学还是量子力学。而泰格马克说的这个多重宇宙完全不是这个，他说的这些宇宙物理定律可以是完全别的样子。有些数学结构里可能没有时间，有些可能没有空间，有些维度可能完全不同。它们和我们的宇宙之间的距离远远超出人类想象力能够触及的极限。叫它多重宇宙其实都委屈它了。多重宇宙听起来就像是同一个剧本交给不同的导演来拍，而泰格马克说的这个是连剧本的基本格式都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再来看数学宇宙假说的第2个推论，那就是时间是一种幻觉。这个推论的反直觉指数极高。我们知道数学结构有一个根本的特征，那就是它是静态的。比如一个正12面体永远有12个五边形的面，这样的一个规律它是不变化、不流动、不演化的，它就在那儿。但是你的日常经验明明告诉你这个世界在变化呀，树叶在动，行星在转，你的头发在长。如果宇宙是一个静态的数学结构，那这些变化怎么样解释呢？其实爱因斯坦早就给出过线索，
他说，看待物理实在其实有2种等价的方式。第一种叫做青蛙视角，就是一只青蛙蹲在一口3维时空的井底，看着东西在你面前来来去去，感觉时间在一秒一秒的流过，月亮在转，太阳在升起，这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而第2种看待物理实在的视角叫做飞鸟视角，你飞出了这个3维的空间之外，你看到的就不再是3维的空间加上时间流逝，而是一个4维时空。这个时候，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铺在你的面前的。在这个视角之下，什么都是不动的。你看到的不是月亮在绕着地球转，而是在4维时空里留下了一条静态的螺旋形的轨迹，就有点像是一根拧成麻花的意大利面。同样的，地球也不是在绕着太阳运动，而是在4维时空里画出的一根笔直的管子。飞鸟看到的不是运动，而是几何图形。泰格马克用了一个很好懂的比喻，他说，你想象一下你在看一部电影，从你作为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故事正在流动，主角出生、长大、冒险，最后死亡，时间是在走的。但是现在电影结束了，你从家庭影院的播放器里拿出了这张电影的 DVD， 你会突然发现，从第一帧到最后一帧，所有的画面都同时存在于这张光盘上。剧情的流动其实不是现实的属性，而是放映机制造出来的一种幻觉。泰格马克说，宇宙就是那张 DVD， 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同等真实。你觉得过去消失了，只是因为你当前这个瞬间的大脑状态里，过去的经历只是以记忆这种信息被压缩、被褪色的形式存在的。但那些过去的瞬间本身其实并没有消失。你第一次学会骑自行车的那个下午，你见到某个重要的人的那一刻，在这个数学结构里完完整整地保存着。从飞鸟的视角来看，它们和你此刻正在经历的这个瞬间同样的鲜活，同样的真实。爱因斯坦晚年说过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话，他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分只不过是一种顽固的幻觉。他说这话不是在抒情，是陈述他认为的物理事实。而且他有非常硬的理由这么说，因为根据狭义相对论，同时这个概念是跟观察者的运动状态紧密绑定的。比如说，如果现在你是坐着不动的，那么按照你这个参考系来算，宇宙某个遥远的角落里的一颗超新星，恰好就正在你的现在这一刻爆炸。但是只要你站起来开始走动，只是站起来走动而已，那你这个参考系里的现在就会被重新定义。那颗超新星按照你新的这个现在来算，那它可能已经炸完了好几天，也可能还需要再过几天才开始炸。换句话说，一个事件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竟然取决于你是不是在散步。那么既然这几个标签能够这么轻易的被翻转，那它们可能就不是这个宇宙的基本属性，而可能只是观察者视角的产物。而泰格马克的数学宇宙假说是把爱因斯坦的这个直觉推到了逻辑终点。如果宇宙是一个数学结构，而数学结构是永恒、静态、不变的，那么时间的流动就不可能是宇宙的基本属性，它只能是观察者的幻觉。然后我们最后来说数学宇宙的第3个推论，它也可能是最细思极恐的一个，那就是你的意识，你此刻的主观体验也是一个数学结构。具体来说呢，是这样的，在爱因斯坦的这个4维时空的图景里，你的整个生命从你出生到死亡，对应的是时空中一条复杂到不可思议的所谓的编织结构。就是你的身体里有10万亿个粒子，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一条世界线，而这些世界线在这个时空里纠缠、编织、交汇在一起，最后就拧成了一条非常精密的像辫子一样的形状。泰格马克在书里是这样描写这条辫子的，他说，在你生命的起点，它就像是一棵树的根系，许多分散的细线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那就是构成你身体的原子从食物、水、空气中进入你的过程。万亿根事件线紧紧地缠绕，形成了精密到不可思议的编织图案。而在你的生命的终点，这条辫子又散开了，像一棵树的枝杈，
原子各奔东西，散入到泥土、空气、水里。不是你拥有一条辫子，而是你就是那条辫子。你现在感受到的一切，你正在看这期节目的此刻，你心里冒出来这不可能的这种念头，你对昨天晚饭的记忆，你对明天计划的期待，所有的这些都是这条辫子内部的信息处理模式。你的大脑在每一个瞬间都在构建一个当下的现实模型，这个模型包含了你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也包含了你对过去的记忆。所以你觉得时间在流动，觉得故事在展开，觉得有一个连贯的我在经历着一切。泰戈马克管你在每一个瞬间的这种有意识的感知叫做观察者时刻。你的一生就是一长串观察者时刻，你觉得它们是流动的、连续的，它们是一个接一个的发生的。但泰戈马克说，这串观察者时刻其实是静态的存在于那个四维时空的辫子结构里，它们不是依次发生的，它们只不过是依次排列的。你跟这个宇宙一样，也是一张 DVD。泰戈马克管你这样的存在叫做自我感知的子结构。你的意识、你的感受、你对我的体验，全部都是这个数学子结构的内部性质。当然，这就引出了一个甚至比数学宇宙还要细思极恐的问题，那就是意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一个客观世界里会诞生出主观？这本书没有展开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聊。总之呢，在数学宇宙假说的这个世界观里，你所有的喜怒哀乐，你的恐惧、希望，你爱过的人，你做过的每一个选择，这些都不是发生在数学之外的什么神秘领域里的事，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个超复杂数学结构里包含的几何图形而已。数学之外空无一物。当然也包括你听这期节目的这半个小时。从你的视角，你刚刚经历了一段时间，开头觉得这个人疯了，中间可能慢慢觉得有点道理，最后听到了这一句。但从飞鸟视角来看，这半个小时一直都在那里，安安静静的，永远都在那里，从来都没有动过。你现在感受到这期节目快要结束了，这只是你这条世界线上的一个静态切片里包含着的一个幻觉而已。我是魏志超，我们下一个切片再见。不对，我已经在那里了。